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日本民宿哆啦 A 梦住的房间是什么样子的。看一下我们今天住的这个酒店是20平米，感觉像一个哆啦 A 梦的房间。虽然20平，但是它有个门厅，3个门，感觉哆啦 A 梦就住在这个房间里边。首先下面有个地台，门口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鞋柜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加了一个小鞋柜，有个鞋拔子，然后它的门是黑色的啊。房间上面呢只有2个筒灯，还有一个那个应该是空调风口吧，检修口之类的啊。2个筒灯功很大，然后那有个检修。我们挨个门看看。这个是一个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呢，基本上日本所有的这个马桶啊都带冲洗，这个就是马桶间了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有一个卫生纸。其实日本的设计，我觉得整体来说没有太多过度设计，就是所有的落地细节很严谨，这个也没什么别的特殊的东西啊。还有一个开关，一个排风，这个噪音太大了，看它也有一些问题。然后看看其他的门，这个推拉门是一个被子的这个推拉门，看看这个对面的这个门，对面的是一个超大房间，把灯全打开。特别像哆啦 A 梦的房间。这个房间呢是睡在地上，然后右手边呢是有一个小衣柜，有一个特别小的电视。这个电视我感觉我应该不会看。有一个垃圾桶。这个酒店跟我们上次住那个酒店呢少很多垃圾桶。上次那个酒店特别小，11点几平方，在东京啊，那我第一次住那么小的这个酒店。这个酒店的房间就要大得多了，是在京都，然后有2个小桌子可以喝水，然后被褥都铺好了，有一个电话，然后有一个阳台，然后窗户呢还是挺大的，能看到对面。对面是一个公园，这地点位置还可以。这再一个推拉门，这个推拉门呢质量还是挺好的，其实它是个装饰作用啊，因为上面都是空的。另外一个可能会挡光。完了，房间上面有一些这个通风口，这个门跟外侧这个地方。完了，顶上是木质的，然后它就特别像那个哆啦 A 梦住那个房间一模一样啊。底下边有这个草洗衣这种垫子，做榻榻米的标配。然后再就是杜邦纸的这个门，也是这个榻榻米的标配。这边因为是卫生间的这面盆啊，这旁边放了一个这个晾晒架，上面是挂东西的，然后对面就是一个洗面盆了啊，特别小，这小洗面盆，两侧这个墙呢是防水的材料。这个淋浴房间呢，在怎么说呢？就很多业主跟我说，他们非常喜欢日式的设计。那实际日式的设计主要是在这个浴缸上，特别深，但是不大，挺短的。所以呢，正常躺一个人进去，这个整个还是能浸泡进去。但它有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日本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个酒店，它都是这种集成式的，它都是先把这个浴缸这些东西全都装好了，最后才装这个墙。这墙其实都空的，都是这种集成式的。只有在酒店是别人家东西才能接受，就是自己家这个地板一踩哐哐响，基本上很难接受的。但它优势就是全都能冲洗啊，全都有水冲，包括这个它的门框，这个门框呢做的也很好啊，确实很严谨啊，细节做的都很好。但是如果是我家里，我不会装这种门。还有这个是酒店的设计呢，是这个储物是非常少的，没有太多储物。但一般的住宅里边的储物还是非常多的，他们的收纳做的也非常好。收纳的并不适合中国人，就是日本人的这个整个的收纳是属于收纳1小时，找东西1分钟。我们呢是这个收纳1分钟，找东西1小时。但现在慢慢随着房子越来越大，然后这个收纳空间这个整体的认知水平也上来了啊，基本上这个大多数房子现在开始也都做的很多的这个木作收纳，所以现在基本上也不是特别乱。这个酒店就是这样的啊。我们今天住的就是哆啦 A 梦的家。